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5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桃园市议员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今天那全台湾对大家瞩目的焦点就在民主党柯文哲柯前主席呢，那今天呢再开羁押庭，那因为检方抗告，高院发回，到了今天以后，那个羁押庭那中午左右，大概羁押庭就已经结束了，大家在等所有的评议的一些结果。那这对于柯文哲柯前主席来讲，当然你说会不会再次要交保，保金会被加，或是只是把证人要厘清，甚或会再被羁押吗？这当然对所有的国内政治氛围一定都有关系。而这整个家庭，好像您看一下，民众党黄国昌黄主席讲到这个家庭，他有他的一些看法。来，那这一次如果真的要再提高交保金额的话，我希望法官不会去做出这样子的裁定，因为上次7000万已经够痛苦、够折磨人了。今天台北地检署力挺的检察官坚持，起诉书上面证据清单所有的证人通通禁止接触，他根本在做的就是在隔绝柯文哲，他受宪法所保障正常应该有的生活以及政治参与自由。我讲一句不客气啊，检察官，证据清单上那200-300个证人，你自己背得出来吗？你自己背得出来吗？来，问你是那个显然了，那个证人清单，因为这一次检方抗告，包括高院发回有一个部分，就是跟证人之间有没有接触这样一些的问题。对，黄国昌就是讲，你们根本为难人嘛，你是要把柯文哲整个杜绝于所有这一些正常宪法赋予给他的这些权利吗？不是啊，当时柯文哲跟他所有的伙伴好朋友们决定要让柯文哲交保。当时台北地方法院的裁定就很清楚，原文是写不得与同案被告顿点证人有任何接触。单这一段话，我们所有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民应该都看得出来他的意思啊。不得与同案被告顿点证人有任何接触，那我们的理解，这个就是被告所有的被告啊，证人就是所有的证人啊。当时如果他认为法院的这个裁定不清楚，你请你的律师异议嘛，你请你的律师去讲说这裁定什么清楚一点，可不可以请法官明示？我们有200-300个证人，哪些人可以，哪些不能？你甚至你可以不要交保嘛。就当时这个交保是你的选择，而当时法院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裁定，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嘛。刚刚黄国昌那一段话，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糟糕。就是你前面是你自己决定的，这是两情相悦的嘛。我就想到就是以前我们的上一代啊，就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少，我们的上一代结婚的时候啊，常常夫妻之间有那个就是在协调要送几个饼的事情，就是女方会决定买哪一家的饼，然后呢要买几盒，然后由男方来付钱。然后我听我爸妈那一代讲说，常常有时候夫妻啊要结婚前，最后为了要买几盒饼，然后吵架，然后最后就不结了。那你哪有结了之后才在吵说，怎么你让我们出那么多的饼钱？那这是类似的，你知道吗？就今天这个写得清楚，结果台湾的法律给了柯文哲最大的特权。我就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所有观众朋友，我们认识的政治人物，所有认识的市井小民，所有的大官、平民，所有的都一样。如果有类似的案件，今天有证人你去接触了完之后，还有个高等法院写了一个那个相关的这个裁定书，然后告诉你发回更审，理由是讲，你地方法院这个哪些证人应该要写得更明确一点。我认为这已经给了柯文哲最大的特权。就是之前的无论对错，我今天柯文哲跟黄国昌在跟你讨论列那么多证人是对或错，可是我没有跟你论对错，我要论当时这个条件是你接受的，结果你出来之后，你们民众党也有脑筋清楚的人啊。我以黄珊珊为例，黄珊珊就很明确讲，我是证人，我不能跟柯文哲接触，所以写了一篇脸书说，所以我没有去接他，等等等等。可是你今天陈志涵、陈佑成等人，你们也知道你们是证人，你们是公然明目张胆到在直播、在媒体拍摄的状况底下，两个人同框，请问今天本来不想压你的北检，看到之后，我可以不去提起我希望压你的动作吗？我只能够不提起抗告吗？如果今天北检不提抗告，那以后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今天我们有任何人示范相关的案子，我都可以跟证人接触，我还可以给媒体拍。
所以今天无论最后结果如何，我觉得民众党今天他们在玩弄法令，跟社会给法官压力已经做到淋漓尽致。再来第二点，黄国昌在法官还没有做出裁定之前，现在法界大概不外乎几种说法嘛，一种是可能有人研判说可能交保金会提高，有人认为说可能会把这个证人把他做明确化，然后可能也会念一下柯文哲说你不应该跟证人接触。无论结果为何，我都没意见，因为这个法官最后由他自己的证据来做判断。可是黄国昌在还没有做出裁定之前，他就先讲如果你们要加个交保金我们不同意，这对柯文哲来讲压力太大，这个是给法官明目张胆的给法官压力啊，我觉得这个都非常不好。黄国昌别忘他的身份了，他是民众党党主席，他是立法委员，他对社会是有影响力的，他今天在门口这样子的受访。就是另外一种程度的给法官压力，我觉得很不好。OK， 现场来宾，大家可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那个曼德拉跟伍子胥？因为柯文哲说他希望是曼德拉，他不希望是伍子胥。你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曼德拉基本上不是贪污犯，伍子胥也不是贪污犯，所以我先讲无论是曼德拉或伍子胥，都跟柯文哲状况不一样。柯文哲是贪污被告这两。曼德拉当然大家认为说，做黑牢吧，人权斗士20几年，所以他认为说他为他自己的理念坐牢，或者是被押，不是但曼德拉没贪污嘛但是他可能是想操作成自己是一个人权斗士，好。但伍子胥我就觉得比较特别，伍子胥分两段小弟我小时候也教过几年历史在补习班。伍子胥就你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吴越相争，那吴国后来会复苏很重大的关键就是伍子胥嘛。那伍子胥当时一开始因为我觉得两段故事，第二段故事是他在离开楚国到吴国之前，就他在楚国那个时候，反正他全家人都被杀光了，然后一夜白发我觉得如果是前段的伍子胥，我觉得柯文哲想要呈现的是自己他是一夜黑发对他没有白对大家说没有白，他可能觉得自己妻离子散然后觉得家人很辛苦。我觉得前面这一段，但我想到伍子胥，我想到后段，后段他是那个夫差上任之后，然后就跟伍子胥闹翻，然后讲伍子胥说跟齐国的合作，然后呢，所以后来这个国策夫差要把他废掉，然后就把伍子胥把他杀掉了，然后这就是一个悲剧啊，就。伍子胥帮夫差的爸爸，然后结果后来到了夫差之后，夫差把伍子胥给杀掉。就我觉得这个我不太理解柯文哲到底想要呈现哪一段，但我试着想啦，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呈现说伍子胥很可怜呐，然后他是好人，柯文哲自己觉得自己被冤枉，一个是活着走出来享受了平凡的荣耀，一个是就直接就死掉了，所以他希望他自己是。对他希望他可以是活着走出来，不是直接就在。我觉得他意思是他宁可像曼德拉是改变政治，而不要像伍子胥被政治逼死。我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曼德拉跟伍子胥两个人的遭遇好像相同，但处理的方式不一样。第一个曼德拉是什么？他是为了种族隔离的问题，所以他争取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但是呢，伍子胥他从楚国逃到吴国，他的充满了什么复仇跟仇恨，所以他说我要跟曼德拉一样，我要争取的是什么非暴力的抵抗，牺牲、正义跟宽恕，这是曼德拉。可是伍子胥同样是很惨的这个结果，但是伍子胥是什么？充满了我是忠诚的，但是我要复仇，我要报仇，我有强烈的复仇心，所以他说我不是伍子胥。我没有要报仇，我是要宽恕啊，我要包容啊，我要共荣啊。你共荣是绕一票小草到法院前面去吗？你共荣是不断的跟检察官叫嚣，跟法院叫嚣吗？所以他一直在强调他要做曼德拉，可是他的做法是充满了仇恨、报复跟分裂。所以我才讲柯文哲讲话你要反过来听，你要反过来听。柯文哲饱读诗书啊，他看的书非常多，所以他很清楚。他的做法是要报仇，是要复仇，所以他特地讲出一个伍子胥说：“没有，我不是他，我是曼德拉。”可是你的做法大家都看明白了，你到底是曼德拉还是伍子胥？我觉得连伍子胥都觉得没有，我没有像你我没有贪污，对我没有贪污，我心中是有忠诚度的，我跟你不一样。虽然伍子胥不会讲话了，不过伍子胥心想：对我跟你最大的不同，没有错。我就是报仇，我就是要跟他鱼死网破，但是我没贪污。你看柯文哲讲一段话，要大家这么多人来做出各种解读。郑学老师，教授，你觉得呢？这句话？今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两个古人
那个没有到这么曼德拉，没有这么对对，虽然也他没有鼓到这个，曼德拉也做古了嘛，对对对，他没有鼓到这个样，对对对，做古的人啊，做古人也简称古人啊。那今天我是觉得，因为之前很多人说他是曼德拉，他自己没有讲过。这是他，因为他第一次说我自称我要成为曼德拉，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想要做政治黑牢嘛，他们被赖清德抓，有人说他可能是台湾的翁山书记，可能是曼德拉，今天是他自己自封说我要当曼德拉，而且他还讲句话说我自己不喜欢恨人。曼德拉有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因为曼德拉他当初在被这个南非的白人政府被关了26年半嘛，那后来他出狱之后，后来他他们本来因为黑人没有投票权，后来白人政府被迫让黑人投票，所以他当了总统，从1994到1999。大家应该有看过一部电影，就是说曼德拉的故事，就是他当初因为他是被白人迫害，可是他呢当的总统，因为白人本来是掌权的嘛，后来忽然变成人少嘛，他们人数少，忽然变弱势，他们都很担心会被黑人报复嘛。然后那时候南非他每年都有参加那个，因为南非被英国殖民过，对，就是那个橄榄球赛，所以他们呢这个基本上，可是南非一直没得过名，就没有得到冠军。后来那一次去世界杯，南非得到冠军，还打败英国，所以当时的曼德拉他就是非常去好多次去鼓励这个球队，而这个球队的球员只有一个是黑人，全部都是白人，所以曼德拉意思说，我虽然被白人迫害过，可是我上台之后，我对白人还是非常的关心，然后不让他们恐惧。所以柯文哲他为什么讲自己不喜欢恨别人？就他跟曼德拉一样，他不会记恨的。所以柯文哲他为什么讲自己不喜欢恨别人？就他跟曼德拉一样，他不会记恨的，他是以德报怨啊，所以他心胸宽大。所以你们赖清德、你们新潮流、你们民进党迫害我，但是呢，我未来我不会报复。这也埋下个伏笔哦。曼德拉后来是选上总统哦，那柯文哲会不会再选总统？2028我如果水土重来，我当选了。我不会对你们，不会对你们民进党怎么样，我不会对赖清德怎么样，所以他已经发下他未来下一步的政治的豪语了。那至于伍子胥啊，因为伍子胥后来不是被那个吴王夫差刺死嘛，逼死嘛，然后他说他的眼睛要放在那个城楼上，看你哪一天越国歼灭这个吴国嘛柯文哲你是要把你的眼睛放在北门的城楼上嘛，不需要那么残忍吧所以我觉得他不想当伍子胥。但所以我觉得他比喻伍子胥也蛮怪的，因为那他是因为伍子胥跟吴王是夫差，是君臣关系啊，是上下关系啊。那你是表示什么？你是跟赖清德是你的君主吗？当然，如果以现在来看是总统了，应该是君王。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喻那个时候的封建时代跟现在不同嘛，那时候是那个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嘛，君要臣。那现在赖清德也不可能叫柯文哲叫你去送你一把宝剑，要你自刎，不可能，没这个权利，为什么他们就民主法治了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第二个比喻，我觉得非常不合格OK， 第一个我还勉强可以接受。任俊怎么解？以前阿扁选举的时候就很喜欢每天早上丢一句话出来，然后所有人就一直在讨论那就一直去猜他的意思嘛。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开始逐渐朝向这个方向迈进，就让大家去猜。因为他举的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例子，那这两个例子特别，你说他今天形塑自己是个曼德拉，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你看后来包含到说什么在这个北锁的过程什么8月的时候什么7、8月的时候然后把钱都花光，因为看到这个北锁的同学没有钱买衣服，没有钱买棉被。一堆网友就说7、8月正热的时候，谁跟你要棉被，谁跟你要衣服，那不管，他要形塑一个，就是说我其实是到狱中里面探访民情，所以他后来的那个发展，包含他讲的话，我觉得他其实想形塑一个曼德拉。可是刚刚讲那个伍子胥的这件事情，他的剧情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他就是被楚国这个全家都被杀，说跑去吴国，希望吴国这个帮他报仇，那结果吴国也帮他报仇，把楚国给灭了。然后呢，灭完了之后呢，吴王又觉得，不对，你乱搞。如果你真要问我这个国怎么想，我只有想到一个嘛因为他觉得，如果用伍子胥的例子嘛伍子胥在楚国觉得被楚国迫害，所以跑去另外一个国家喊冤，那个国家叫吴国嘛大家有回想一下，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他说
柯文哲在这边受到司法迫害，所以他要去哪里申冤？天安门，他要去天安门，你不觉得吗？他那个时候他跑出一个大也会觉得说，那你觉得中国的那个做法是比我们更为那个吗？好，如果你到这一段还可以跟伍子胥的那个故事稍微连在一起，可是后面的剧情其实是大翻转因为到最后他反而希望那个他跑去申冤的那个国家把他给灭掉，所以你到底是希望怎样？我不知道。如果你再把它给放小，放到政党跟政党之间呢？柯文哲仿佛要释出一个善意，说我不想像伍子胥这样，因为为什么？我如果把柯文哲那个伍子胥视之为叫民众党，我觉得你民进党迫害我，因为他们一直是这样喊的，你民进党迫害我。那你不要逼得我跑去跟国民党合作，灭掉你民进党。那然后呢？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好下场。所以我完全不懂，就是他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可能他真的饱读诗书，可能对于这件事有另外一个理解。可是这整件事情其实回过来的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民众党里面是有的。比如说刚刚一开始放了黄国昌的那个说法嘛，你知道其实我今天在看黄国昌一直在批评赖清德或批评民进党，有一个 bug 我自己过不去，就那个 bug 就是说黄国昌说柯文哲你们就是政治迫害啊，不对，那个赖清德你就是政治迫害柯文哲，所以你就是用司法去收押他，所以代表赖清德可以掌控司法，所以他才一直被关押。可是当柯文哲被放出来的时候，就是柯文哲获得解除羁押禁见的时候，黄国昌转过来说啊，赖清德慌了，哈哈，你看吧，他竟然没有想到柯文哲居然被放了。不是，那你跟我讲一下，到底赖清德可不可以掌握司法嘛？就你前面认为他被关是因为他可以掌握说阿北一直被羁押着，然后突然赖清德司法失控了，完全不听赖清德的指挥，所以赖清德慌了哦，赶快去找谁开会，大家一起来研究接下来该怎么办。那你跟我讲，到底是哪一个才是你心目中的赖清德？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现在开始形塑的一个就是说，好吧，我高深莫测。我再也不让你猜透我心里面想什么。我举了很多的古今中外的例子曼德拉你们觉得跟台湾这个太遥远，那我就开始举这个伍子胥，搞到今天一大堆人在 Google 伍子胥的生平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哪个国家？后来发现他跟3个国家牵扯来牵扯去，那太复杂了。那他还是营造了一个到今天为止，其实很多人对于就是说柯文哲能不能释放出来，或者他到底有罪没这件事情，我必须讲，你如果从几个民调再进来看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跳脱了法律的层次，很多东西都是观感的问题，或者是想法的问题。而柯文哲现在丢出来讲说，我是这个曼德拉，我不要当这个什么伍子胥的这个过程，他何尝不是在这个情感或者是思想上面，希望让大家往很多元去想，而不要只纠结在单纯的法律问题上面嘛？OK， 对，你就会知道柯文哲丢一句话，大家要解读成这样，那我就不解读了，好不好？因为我解读会讲太长 ，OK， 因为那个历史太精彩的那一段，好不好 ？OK， 可是来慧珍，是你看柯文哲不断的喊，包括连李文忠，对，他也喊去冤狱，他根本就不在台北市政府，对，他不过就是收了一封简讯，关了11个月，像话吗？这对吗？然后陈佩琪就跳出来，不只是这样子，包括柯文哲的身体状况，什么有没有疮啦，什么，你们看看，把人家都已经摧残成这个样子，你现在又要再抗告、再发回，有必要一直这样搞吗？我觉得我有点搞不清楚，陈佩琪跟黄国昌2个人，他们所接触的柯文哲是同一个柯文哲吗？还是有百变柯文哲？其实现在看你接触到是哪一面？对。因为呢，这个陈佩琪他就说他就看到阿伯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说他现在思考就变慢啦，走路有点不稳好像然后脚哪边还有点 OK 然后柯文哲跟他说，因为晚上起来要上厕所的时候一直会撞到，所以就 OK 然后最重要一件事情，陈佩琪就发现说那个柯文哲的卡窗竟然有2个非常大，他说极大的对称的一个伤口然后这个极大对称的伤口他就说柯文哲说是因为可能是在马桶里面坐久了所以造成的。大家都知道北所的对他是蹲式的，所以他的卡窗是要坐在哪里才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2个大对称的一个伤口。就不理解，他这样讲的会让我以为他是在暗喻，在监所里面有人对他不利吗？不然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就觉得
不理解啊。那如果说是柯文哲长期坐在监狱里的地板上坐很久，坐到有褥疮、有压疮啊，你不要可以卡卡的吼，这怎么会没有？这怎么会是一个需要讲到铺陈那么久？然后你的，然后今天讲了这么多点，你是要行说什么？好像他有一点不能讲失智，要讲思虑不清，行动缓慢，显见在长期积压的一个情况之下，造成身体健康重大危害。那黄国昌的讲法完全不一样啊！对，黄国昌说他在电视上的时候，他说他跟那个柯文哲长谈了2-3个小时，然后1、2、3、4、5、6、7每一条拿出来讲，讲了3个小时。他说他思虑还非常的敏捷，然后呢，而且呢，他说柯文哲还说党代表大会黄国昌坚持2年的这个就是要换这个是对的，是坚持的。然后讲这么多，想说那黄国昌跟他对谈的柯文哲又恢复了一个聪明、机智、敏锐，而且还可以告诉你说对，还可以有没有以那个前主席之姿告诉你对，维持是对的。所以你就会觉得百变柯文哲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柯文哲一出来看到陈佩琪压力又来了，所以就呈现这样的状态。我就觉得他们现在要形塑出来的是很奇怪，人设不一样。但不管人设一不一，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同样就是要喊冤。什么冤呢？这个全部都是冤狱没有犯罪然后呢，自己冤之外，还要连那个李文忠都要帮忙喊冤。但是你喊的这些冤里面有去交代到任何有关于300万、有关于1000万、有关于这个2次200万、有关于谢国良妈妈的这些钱吗？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整个他这样不断喊冤的这件事情，只有怎么样，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一般人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我们都会觉得一个如果自己有做坏事，如果一个自己有收黑钱的人，那我喝艺术，那一直公卡其实无辜的啦。所以他这个谎话讲100遍之后，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会动摇，说，搞不好柯文哲真的是。有可能是无辜的，所以才会解释到那个台湾民意基金会里面，就是说认为虽然目前为止认为他不是冤狱的，还是比认为是冤狱的高，但认为他是冤狱的竟然有增加，所以我们如果有详读那个起诉书的，都会觉得怎么可能？都已经是这么多人告诉你，你已经有收钱，你只字不去提你钱的用处，只字不去解说钱用到哪里去，但是只是不断的讲冤啊，讲曼德拉，讲好像企图用这样的光环来为自己过去的那一些东西，然后就可以盖掉自己所有所收的这些黑钱，这是他目前为止用得着。可是蛮让人家难过的是，好像对于有一些人是有用的。因为之前我好像也有提过，台湾从以前到现在，好像从来没有一个收了这么多钱的一个这个贪污嫌疑犯会针对细节的部分完全不去跟你讲清楚钱用到哪里，也不是跟你讲钱有没有用，但是只是不断的就是喊贪污，我是无罪的，我是无罪的。所以如果说柯文哲他在不断的要这一种情况之下，然后假设啦，他的那个喊冤的情况之下，但是认同他人却越来越高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台湾司法某一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假设啦，他的那个喊冤的情况之下，但是认同他人却越来越高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台湾司法某一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OK， 诸位，这个问题往下讲的时候，就讲当做民调的时候，讲到有没有政治迫害啦这些，或柯文哲这些题目的时候，蓝白阵营的看法会不会比较趋于一致？刚刚讲说，认为柯文哲是不是有受到政治迫害？之所以比前几个月会比较高一点，应该是因为白营的人没有大幅的膨胀嘛，可是会有一些蓝营的人会不会在这里面也觉得说你看你们这样，应该会有一些是蓝营的支持者，所以这一部分在这现在看起来的话，你会怎么解读说，包括柯文哲有没有受到政治迫害？这个人数认为他被政治迫害的人数比较多，虽然刚才慧珍有讲。不认为他是冤狱或者还是比较多，对。但是当这个数字往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解读？然后我各位请问，所以你
最近会有受到压力的感觉吗？我一直都有压力啊，做这个工作本来就有压力啊。我想是这样子啦一个是对人的民调，一个是对事情的民调。我们现在的民调并没有做对事情的民调。什么叫做对事情的民调？如果佳作说你认为金华城有没有问题？好，你认为是不是应该就让鼎越拿走那100亿的容积奖励？好，那这个民调会是什么答案？我不知道。但是这会是比较理性，让大家去思考事情的对错的民调。哈。对人的民调就很容易变成一个诉求，有没有政治破坏？你同不同情他？等等的所以现在民调，因为我看到的是对人的民调，如果同步把对事情的民调一起放进来，或许大家会思考的多一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金华城有没有问题，跟北检有没有问题，这两个可能是同时在发生的。当时我们认为金华城有问题，就是它是一个特例，它是一个财团自己定计划书，自己给自己这么高的容积奖励，而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台北市的唯一一个，所以我们认为要调查有问题。那北检对于柯文哲是不是也是特别的特例，特别严苛，特别长的羁押，特别高的要求？这个是民众同情柯文哲的原因，就是你到底北检的办案，在民众认为是不是一致的标准？像最近高院自为裁定陈怡君说，交保不要再羁押了，因为检方不能用这个防止这个勾串就去把人家羁押。可是到了柯文哲的案子，北检的抗告理由就是防止证人勾串所以我们的愿景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然后北检过去在侦办贪渎案件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子长期的把人压住非得要逼你认罪，他才可以。因为今天的检察官林俊彦是不是他在庭上说，哎呀，这跟陈怡君案子不同，因为陈怡君案有人认罪了，所以比照黄旅当时的这个交保的方式，就是你非得认罪，我才给你交保。可是这是不对的嘛，这个肖哥是律师通常我们起诉以后，我们在这个庭上检辩双方应该是平等的法官是中立的，他要先把他视为无罪，然后你们吵吧，你们互相把证据丢出来，看谁的论述比较合理。可是现在检察官是一直把这一些被告，不管是黄旅锦如也好，或是柯文哲，即便起诉了，起诉就是我已经证据掌握了嘛，我还是要把你羁押，非得要你认罪为止。那就不用法官啦，我就用羁押手段逼到你们害怕了认罪了，那何必还要法官？每一个都得到庭上说我认罪那你才能走出去。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就是金华城有问题，当然可以查，可是北检你的办案方法，你的羁押方法到底是不是对的？民众也会去看。所以这次大罢免的投票，其实很多人出来投票的理由是他们觉得司法过头了，司法过头了。如果大家去做民调，你为什么出来投？你为什么反对？我相信会有一定比例是说，我不是蓝，我不是白，但我认为我们的司法过头了。所以请问一下，好，你以前在市府工作过，对，那时候是郝龙斌是市长嘛？对。那当这次他要进驻党主席的时候，他有在专访的时候讲说，包括你和小平，就是大家成年人当然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然后你跟白银或小草之间你们自己要跟小草之间大家怎么和解，类似像这样一些词。他讲这段以前有跟你打过招呼吗？当然没有啊，当然没有那你听到以后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压力？就是你马搞到共协，那我知道要怎么样这有人用切割两阵，但是郝龙斌郝市长他在今天访问，他就说讲切割太严重了，可是他希望大家都翻页，是这个意思吗？其实我说真的啦，对我来说，我在担任金华城专案小组的召集人之前，我从来没有碰过金华城的案子。在调查结束以后，我也很少再去评论金华城案子。对我来说，没有所谓放得下放不下。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是议会大会决定成立这个专案调查组，我是抽签抽到这个召集人，并不是自己跑去说我要，我就是要报仇。我没有这个样子，所以无所谓放得下放不下。其实我要说放不下的不是我不是我那谁放不下？那我就不知道了。大家自己去想。对，放不下的不是我那这件事情，我就说到现在为止，有对人的同情，可是却很少对事情的探讨。
那我就很想问，好，那是不是我们就该呼吁蒋万安，把这个100亿容积就还给鼎越，就让他盖啊，因为都觉得没有问题呀，对不对？那我相信也没有一个4亿元，甚至没有一个国民党的立委敢去说这件事，说啊，没问题啦，柯文哲是被害的，金华城清清白白，现在都是敢喊柯文哲清清白白，那金华城有没有清清白白？照理说应该2个是一起的，柯文哲清清白白，金华城就清清白白。那金华城清清白白，那这100亿的容积就应该还给人家嘛？这是挂钩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啦，就是政治很少去理性的讨论事情，这是比较可惜的。很多时候会变成是情绪的，我支持你哦，我反对你哦，可是到最后我们要回归的是，这是一个100亿的容积率，这100亿的容积，这20%的容积奖励要怎么处理？这才是台北市政府跟我们4亿元所关心的事情。OK， 我要这样讲了哈，就是说这件事情也没这么复杂。就第一个，现在楚慧姐刚才不管是您讲的，还是说黄国昌所讲的，现在都把箭靶就是指向北检。可是压人不是北检的权利。他可以想压，可是准的人叫法官。就这几次柯文哲被压，都是法官基于他们综合证据下面，最后认为有串证、灭证、逃亡的疑虑，他们认为要压。我觉得现在麻烦的地方就是，我们大家都把这件事情刻意不提，是法官决定。大家都剑指北检，就觉得把北检骂，然后就可以在政治上面，尤其黄国昌就觉得好像在政治上面可以得到某种胜利，把北检当成是敌人。说我尊重，因为你们在法院上面两边这个辩检两边本来就敌对的。可是你们都没有去告诉大家，这是法院认为有羁押的必要才压你的，这1年来都是如此。没有一天他被压是北检可以自己决定的。我觉得这要讲清楚给大家听。可是现在北院交保啦，然后北检又跑去抗告，他可以，因为他违反这就是我要讲的，这就是我要讲的，对，这是接下来我要讲的重点。这个案子，当北院决定把柯文哲放出来，让他7000万交保出来，北检有没有在第一时间讲说要抗告？没有。可是后面的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单看柯文哲出来法院第一个呼喊的对象，他对李文忠讲话。在柯文哲出来之前，陈志涵等人是骂李文忠的哦。柯文哲出来第一时间就李文忠，哎呀，这个几10年的好友啊，然后等讲他委屈啦。我们就将心比心嘛，我们大家都有基础的法律知识嘛。这会不会让无论是检察官或法官认为他疑似在串证？我看就觉得很可疑啊。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跟陈志涵，我就在讲，你跟陈志涵、跟陈佑成的这个互动，你有没有违反裁定的情形？有。北检如果看到违反裁定的情形，没有抗告，北检反而失职。不要不要压我一点依旧没有，法官认为不压我就算了嘛，你要压也尊重嘛。可是今天大家全部都完全去把这一些全部都去掉这些脉络，然后直接讲因为你想压他，我觉得对我们的公务员不公平。第三个我要讲的是说黄国昌啊。这个也许是2件事，可是我认为是同一件事。就他们现在把北检锁定成敌人，这个战略是一致的。你看到今天黄国昌出来受访，其实今天同时黄国昌应该要去台北市警察局做笔录。为什么我说跟北检有关？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天为什么黄国昌不去警局，不去台北市警察局做笔录？因为他知道接下去。台北市警局就把这个案子分局把这个案子移到北检，下一步就是北检直接传黄国昌。黄国昌如果今天是台北市警局做了笔录，他不能 argue 说蒋万安市府的市警局的警察对我压人取供，对我做我不利的我威胁，然后让我写出这样的笔录。可是之后北检就不一样喽。我跟大家大胆研判接下去的状况，他之后即有法相关的法律的责任啊，北检传他一样在去之前先开记者会，先对大家喷完北检，进去之后百般不配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的调查，然后出来之后一样骂，你看吧，北检针对我。可是本来可以不用北检传你的，这什么小案啊？这种案子就是警察问一问，然后资料去给北检，北检也许那个再传你去问一问，也许不传，直接就起诉不起诉了。这个案子是故意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其实两边的策略是一致的。柯文哲现在案子他们就是锁定北检打。黄国昌现在在舆论上面也锁定北检，这是一致的。
两边的策略是一致的。柯文哲现在案子他们就是锁定北检打，黄国昌现在在舆论上面也锁定北检，这是一致的。OK， 那不过这整件事情，刚才所有特别提到，陈怡君议员，因为这个案子是高院自卫裁定嘛，100万交保。将军，你有看到这2天有很多包括白营的朋友啦，或是也有蓝营的朋友，也就直接讲说这2个，那所谓刚刚有提到，那为什么这个标准跟那个标准到底要怎么办？而且在这个阶段，因为偏偏这个案子高院是自卫裁定，就没有发回，他是自己裁，所以就引起大家另外一个论证啦。而且我记得是黄国昌嘛，黄国昌在那时候一出来就讲说什么赖清德怕了吧。然后请了府院党，包括像卓荣泰院长啦，然后徐国勇啦，然后一起去了。然后徐国勇今天就跟他2个人就直接在对喷，就在喷这一块。对啊，他什么有病看医生，什么都出来了。我跟大家讲哦，我看到网络上很多攻防了哈，但是我有一句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陈怡君交保跟认不认罪有没有关系他不知道，但是绝对跟法官有关了。就是对嘛，就是法官嘛，因为法官判的嘛，高院的法官直接就判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叫交保？交保叫做交保候传。我给你押一笔钱100万或者7000万，我要确认一件事，你不会跑掉。第二件事情，我叫你的人要来。你不要叫你来，你不来，对不对？不甩我，找不到人，还要到处去抓。所以这个交保金是交保候传，确定你会到。那另外就是一个就是防止那羁押呢？羁押除了你会跑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串证灭证。这点是交保金做不到的。我7000万我就不串证了嘛，我7000万我就不灭证了嘛。你必须要让法官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说，没错，我让你交保以后，你这家伙不会去串证灭证。所以说，那陈怡君的案子相对单纯嘛，就是助理费的问题。那么他只要交保出去，跟他几个助理不要见面，跟几个可能串证人，那个人数是有限，不要见面，那你就没有串证的问题啊。那你说好，那认罪就一定会交保？不见得。认罪出去，我把证给灭了嘞。我灭证，我不串证，我直接把当时所有作证对我不利的人都灭证灭掉了。哇，那也麻烦。所以认罪跟交保，我个人认为没有绝对的关系了，没有绝对的关系。那我讲到陈怡君的状况哈，总结一点，他不是因为认罪才被交保的，而是法官他合理的相信交保以后，第一个他不会逃啦。100万，他一定会来，随传随到。第二个呢，他不会去串证跟灭证，这是法官认定。那你说柯文哲，那柯文哲会逃？柯文哲不会逃。柯文哲其实你交保金再低，他都不会逃。因为他一逃，有一个党要灭党。从黄国昌到所有小草全灭。那我觉得柯文哲不可能干这种事。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柯文哲出来有没有串证跟灭证之嫌？我说不要之嫌，他已经在做了嘛。他已经在做了，一出法院就直接对李文忠喊话，自己是不是证人，我相信你最明白。那你要不要去害阿北，你自己最明白。这件事摆明的就是陈智汉去害柯文哲嘛，就是去害，他是去害他的。而且柯文哲他干嘛要去害他？黄国昌还讲说这个就是绿媒，这就是侧翼。就不断的要制造他们之间内部的这些，因为他觉得他不可能要去害他，但现实上对他们这是被提起抗告的其中一个原因啦。是，说我们你说好了，不喜欢柯文哲的人，你说绿媒也好，你说我们这些柯黑也好，我们跟陈智汉说，陈智汉，柯文哲出来的时候，你盯着他，你就赶快上去，陈智汉会听我们的吗？对不对？你叫我去，我才不去呢，对不对？我就知道你要害我，那哪些人叫他去，他会去呢？第一个自己。我就想去蹭他一下。第二个，主席黄主席说：“你去安排一个专访，去跟他把双子星的案子讲一讲，弄一弄柯文哲的正义之声就出来了。那到底是谁叫你去的？你是自愿去的，还是安排好了这一个专访，让你在车上专访柯文哲？另外一个，柯文哲他说是被动被接触，他不去主动。我记得陈智汉是坐在里面先进车，对，先进车，那柯文哲才进去嘛。柯文哲如果自己心里想，哇，陈智汉在里面了，哇。”赶快跑！我不要上车。你可以不上车啊！你看到陈智汉在里面，你可以不上车啊！而且前座坐的是谁？是律师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片子拍的那个直播？前座是那个头光光的那个律师，是律师坐在前座如果今天柯文哲律师他怎么在这？我不要上车。柯文哲没有啊，他不但上了车，还跟陈智汉夸夸的谈起了各种事情来，开始评论市政了。所以柯文哲不是被动他是愿意接受陈智汉的接触，他没有排斥，所以你说他是被动被接触，我这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苟同。另外一点
就是一直在拿说，陈怡君交保啊，然后这是什么有党政？其实我觉得跟有没有党政不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啦。第一个哈，大家可以看，如果今天柯文哲出来之后没有讲李文忠，没有隔空跟李文忠讲这些话，没有碰陈之汉，不是碰，我是说没有接触了哈，没有接触陈之汉，也没有做这么多的这些奇怪的行为，检察官说不定根本不会抗告啊。我抗告你干什么？对不对？你不会逃。第二个，你也没串证，你也没有要灭证，我干嘛要抗告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柯文哲今天进去之后，我一直在讲他进去，你是说开那个进法院，进法院，我不是说进看守所，进法院，进了法院之后，柯美兰曾经讲过，超过7000万我哥不会接受，超过7000万我哥不会接受，所以今天法官根本不用是什么积不积压了，加7001块就好了，加1块就好了，因为柯文哲不会接受。曼德拉是为了和解，自己要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和平的牺牲者。柯文哲，你会为了区7000万零1块钱就接受羁押吗？那你就不是曼德拉哦，你可能真的会变成你口中的那个充满仇恨的伍子胥啊。不过现在看起来，范老师，其实有人讲说，柯文哲包括检方提抗告以后，他也算低调了很多，是不是知道前面的那些情形？好了，不管是不是被你们抓到了尾巴或者什么这些，那我就低调。所以包括从那天一直到今天，过程也还算低调。但因为前面的那些事已经被提抗告了嘛，所以大家就针对这些事。那除了柯文哲，但你会发现黄鸿昌从柯文哲上一次交保出来以后，大家就突然讲说，对，原来真正的太阳出现了，什么那只有一颗太阳，讲了很多这些。可是黄鸿昌，我就讲，因为你从今年1月初的定勾机一路到8月30日的走读，这所有过程他在民众党确实一仗一仗的打过来。可是当柯文哲交保出来以后，突然发现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在讨论柯文哲。可是最近包括你讲说警方是不是传唤，因为830走读，他也没有理，很多这些，他某种程度是像刚才冠廷讲的，他就是要凸显出，反正所有事情弄到北检那儿才能把事情搅大了以后才有他的声量，是这样吗？对，刚才今天黄国昌受访嘛，他就帮柯文哲抱屈嘛，他说7000万实在是够折磨人了。柯文哲在庭上也有说，对，他说7000万光利息，光利息要多少钱？他们家一年1个月，他跟陈佩琪的那个退休俸也还付不到2/3的利息他又不是跟人家借钱哪来的利息啊？他是少收银行的利息吧？他可以收了。对，就是他如果有7000万放在银行的话，那可以有这么多的利息。除非柯美兰跟他收利息。他说月息是17万5千。对啊。那我觉得黄国昌讲这个话太不 tricky 了嘛，说我7000万这个很折磨人，就说阿伯不用担心，我再借给你，对不对？免息，对不对？跟到去年的这个12月27号一样嘛。他为什么不这样讲？因为你知道，你看之前他们上礼拜五不是法官说可以交保嘛，7000万，结果这个筹半天筹了5000嘛，还差2000嘛。当然你说黄国昌在日本，但是你也可以透过朋友啊来把，如果阿伯真的需要，就把那个钱借给阿伯啊。可是不要忘记，陈志涵在当天他们在中集的时候，陈志涵讲说柯文哲不想欠人情，欠谁的人情？就欠黄国昌人情嘛。就去年12月我跟你借了3000万，我人情还了没有？我还了，让你当党主席啊。我这一次今年我不是跟你欠人情，表示我不会跟你借钱了嘛。但是所以表示说黄国昌想借，人家柯文哲可能还不要嘞。我认为搞不好黄国昌在上礼拜五，柯文哲可以交保，他可能真的在日本要打电话给这个陈佩琪说，这个我可以再借你们3000万，可是可能被拒绝了。柯文哲说我不用，我也不欠你人情了。所以黄国昌他讲这个话，为什么大家我觉得他今天早上讲就是什么够折磨人，有什么好折磨人？你看那个他们去总后来也都谢到了7000万，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买柯文哲不想说以我跟我太太医生的收入买个1亿的房子都不为过，他们还不是买了一个5000多万的商办，5300万，对啊，商办我去卖掉也可以嘛。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到现在还在讲说，月息17万5，比我们2个人的这个月退俸还要多。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觉得很困难，那你上个礼拜一就不要交保嘛，你就跟法官说，抱歉我没钱，我就只有5000万，否则我就继续押。你这个时候讲不是马后炮吗？我觉得他这时候讲在抱怨这个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希望法官
不要再增加我的交保金额。那当然，对，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嘛啊。然后你看柯妈妈也讲说，哎呀，你们已经拿了我们7000万，你还是要怎样？不是，我就觉得你们家这个算是有法律常识吗？今天说7000万，第一个当然是衡量你的罪嫌重大，法官是衡量嘛。第二个当然也是考虑到你们财力嘛。那意思上说，我今天交了7000万，我就可以去串供了，我就可以跟陈志涵见面了，难道是这样的吗？所以我觉得他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某种程度是导果为因啊。而且我觉得很关键一点哦，他说他跟柯文哲谈过，坚持一定要2年条款，我觉得这对他很伤，因为未来你觉得他会想要把2年条款取消吗？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党代表大会是他就直接讲说等阿北出来，要不然2年条款是维持，对，就是意思就是不会取消。对，跟阿北第一次谈不是出来讲说阿北也说这个方向他没有取消是对的，是正确的。但你觉得他内心会想要取消？如果已经都谈好了，如果他们党代表大会是 OK 了，那他何必再谈什么？还要谈什么呢？那要谈什么呢？为什么还在谈？那不多此一举吗？就表示他期待阿北说不要取消。国昌啊，你辛苦了，这1年为本党尽心尽力，而且大罢免、大失败也是靠你啊！为了要犒赏你，这些立委7个全部退，只有你一个留，党主席条款，对不对？阿北这样讲，小草敢说不要吗？一定说哦，好棒啊，阿北英明嘛，对不对？可是没有，所以你黄国昌赏味期限就到明年2月1号。所以你黄国昌赏味期限就到明年2月1号，他就要交棒了。那他如果没有这个说这个立委，他没有舞台了嘛？你想他每天躲在那个主席办公室干什么？而且柯文哲出来，他虽然是党主席，可是是什么？真正的实质党主席是谁？就柯文哲嘛。你不要说黄昌，如果要是没有2年条款，假设明年2月如果真的卸任以后，各位还记得吗？去年柯文哲只剩一个党主席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所有的重心都在立法院吗？他还每礼拜2还礼拜几，他要骑个脚踏车到立法院，大家都在讲说，连柯文哲都还要到立法院去跟所有大家去。好了，当然有人会说蹭那个声量或什么，那时候大家很难想象，什么时候连柯文哲柯前主席。那时候还是主席，什么时候连他都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搭上立法院？你们大家，因为那时候所有的重心在立法院，全中华民国大家也不知道党主席，大家只知道3个总召，然后跟立委，然后就那个是所有的重心嘛，所以如果要是真的黄国昌变成光杆主席的话，那你如果再碰到柯主席现在所有这样的一个风潮，确实有点困难。不会啦，他还有一个新北市长的传对的。那柯文哲也答应让他变成最好的选择。你们感觉要礼让，感觉是吧？不，就是打初选，误会吓我一跳。打初选就很精彩。所以我就说黄国昌就会变光绪皇帝了嘛。后来对啊，光绪皇帝后来是真正的老佛爷是这个慈禧啊，柯文哲是慈禧嘛。然后光绪皇帝后来被关到瀛台嘛，所以后来那个黄国昌的党主席办公室写个瀛台，就这个。然后后来光绪皇帝还不幸早夭啊，这年30岁就往生了嘛。他的他们两个离开才差1天。对，对。然后他的那个珍妃还被那个这个慈禧丢到井里面去嘛哈。但我不是说黄国昌有珍妃啦，但是后来就生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真的觉得黄国昌的政治生命可能真的会跟光绪一样会消失无踪。没有，不过黄国昌当时做这个决定，说留给柯前主席来做决定，2年条款要不要做，那个时空背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就他那个时候他认为柯文哲大概就是积压到直接就执行了。所以说他如果柯文哲一直出不来，黄国昌当个光杆主席一点都不小，一点都不小。他一个人可以控制8席立委，因为他的声量大。可是现在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柯文哲看起来是会在外面爬走，是可以爬走，而且影响力已经超过他进看守所之前，比进看守所还要大。那这时候黄国昌就很想透过柯文哲的嘴讲出来说，那个2年条款现在党内这个正用人之际就算了。可是柯文哲没有这样讲，就继续。所以黄国昌那天对着这个记者说2年条款继续，他说他跟柯文哲3个小时的这个长谈。第一个那个在哪里谈的我不知道，台湾有那个末日碉堡嘛，怎么会躲过所有的记者都不知道柯文哲跟黄国昌在哪里？
后面三爻，连律师进柯文哲家大家都知道了。黄国昌跟他什么见面不知道，所以我说柯文哲他们家楼下是有末日碉堡，还是有什么一个隐秘的地方？第二个，柯文哲如果出来变主席，黄国昌变成不是立法委员，那不是立法委员就一定不是总召嘛。那你这个主席就真的跟范老师讲的一样，你变成个儿皇帝。是柯文哲垂帘听政说了算，黄国昌立刻就从高声量的男人变成没声量的男人。那黄国昌心中的焦虑可想而知，所以我觉得他非常，所以第一节我就讲为什么黄国昌这个很希望柯文哲再去修炼一下，因为柯文哲进去对他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柯文哲一出来他就完全没声量，对吧？我哥，如果党规党章或所谓的条款没有要改，就不会讨论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就规定就在那嘛。2年条款为什么要讨论？就代表有人不想要退嘛。那黄国昌，你不觉得这个他的态度跟暧昧，其实从之前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之前他在代理当主席的时候，这个出来跟大家开会，然后说那暂时先不改，等柯文哲出来再说。如果这一题根本不在他们讨论的议程当中，怎么会说等柯文哲出来再说？所以我们想象一个状况，我们用推论的。不管是黄国昌，或者是现在前面的8席立委，真的有人不想退，而期待柯文哲出来之后，因为跟黄国昌的恳谈，谈完之后认为说，对啦，国昌你留在立法院对民众党有帮助，那他就可以留。可是很显然的是，柯文哲出来之后，不认为他的2年条款要做调整，所以黄国昌不得不出来跟大家讲，柯文哲决定如此。那所以他的焦虑点在哪里？他的焦虑点是他知道他的舞台就是所谓讲只剩下新北市长的选举这个部分，所以你会看到很罕见的，这完全会让人家觉得不符合人性哦。你去看柯文哲，假如真的有于将军所讲的3小时，然后躲过大家的这个密谈，你正常应该关心柯文哲什么？你的褥疮嘛，你的身体好不好嘛，然后你的官司嘛，我自己怎么样也是法律系的，跟你聊聊接下来怎么应对嘛。黄国昌出来之后是急着跟大家讲，对，柯文哲全力支持我选新北，而且不止讲1天，今天去上广播继续讲。可是你看到柯文哲出来在法院面前受访之后，开始所有的社群平台、所有自己的受访、所有的直播、所有的影片，请问柯文哲有从他嘴巴讲出黄国昌新北市这6个字吗？其实没有。所以柯文哲的期程跟他在乎的事情，新北市没有这么前面，可是黄国昌现在当成是他第一优先，就是新北市长的选举。其实黄国昌露馅了啦。他今天如果要跟柯文哲讨论2年条款，有需要讨论3个小时吗？他只要跟说报告主席那个立委2样条款要不要落实，可以说好落实啊，讲话1分钟结束，不用讲3个小时，所以一定里面有很多对不对必须要讨论的事情嘛。所以我就觉得黄国昌会变成3输了。第一个，党主席变傀儡。第二个，立委没了，没有保护伞。第三个，他违反集邮法相关的刑事，他现在已经被约谈了。现在就是，所以我会认为他会变成3输。那黄国昌未来的这个好，而且你说新北柯文哲根本没答应他，然后我也不认为国民党会礼让他，所以我认为他是4输。可是现在看起来，或者你不得不讲，柯文哲确实那个掌握所谓的流量密码，大概没有人比得上他。对。我们常说那个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对，柯文哲真的就是这样啊。那天去开庭，记者不是问了说赖清德说，行政干预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他那个笑到在网络上面已经被做成迷因图，然后到处传这些啊。你不得不讲，也从来没有过，就算在羁押的过程，他在不管是有小编帮他在脸书上面发一个东西，或者是他开庭所有的过程。那个流量基本上全部都是这样子啊，是，所以你要怎么去跟他比这些？我就讲，他只要笑一下，那个图你再回头去看看那个笑，对，他笑得还蛮可爱的，笑成那个样子。对啊，你怎么跟他比？应该是说，我觉得黄国昌，刚刚不是讲说什么？他好像是讲一句都已经1年了，什么进进出出，是不是？我现在想一想，对呢，只要阿伯进进出出，那个黄国昌的心里也上上下下。对不对？他进去了，他就上嘛，因为他就可以以科之名在外面，然后就开始讲说我们怎样，我们要无罪，所有的苦都是你看阿北在里面都做到褥疮都长出来了，但光环都在谁身上？都在黄国昌身上啊。但是柯文哲只要一出真身，他的什么活体灵线就出来的情况之下，黄国昌。我这大家讲什么太阳，我就说他是朝露，他马上就被太阳给蒸发了，有没有？是不是？过去这1个礼拜确实是这样。
黄国昌的整个声量完全就没有了，所以就很有趣哦。柯文哲的司法上的一个有没有罪这件事情，其实被判政治死刑的是谁？是黄国昌如果说柯文哲在无罪，然后柯文哲可以选，不要说无罪啦，什么判个3年5年，对，可以选总统，柯文哲可以选总统，可以干嘛的话，还有人在意黄国昌吗？没有，被判死刑的是谁？是黄国昌，政治死刑。你说你要选新北什么？我觉得那个都已经起不起大浪了。真正的大哥都出来了，你这个对不对？二哥谁会记得二哥？你还当小弟还有比较有机会，当个二哥其实没有人知道。可是我觉得黄国昌自己也很清楚啊，所以啊，你记不记得那一天在柯文哲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说吗？32-0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把我关了那么久，因为检察官嘛，对，我觉得黄国昌心里搞不好心里想说，32-0这件事情是我在外面一直跑，是我跑了几个摊子，是我拉着这个他们国民党的几个议员不断的在讲，是我，你只有关在里面，你做到陆窗。对，不要激动，没有，我只是在演，我上戏了，因为这几个都戏精嘛，要大家投入一点，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搞不好心里面呐喊的，这就是为什么记不记得他在那个柯文哲要上车那个时候，事实上你仔细看，我上个礼拜有讲嘛，他回过头来是那个馆长叫黄国昌把麦克风给柯文哲，不然那个麦克风是紧紧插在黄国昌的手上，这就是他要的一个舆论的主导权，他怎么舍得拿出来？就没办法，形势比人强。那现在情况啊，你说谈了3个小时，谈了1、2、3、4、5、6、7，谈了我跟你讲啦，你那个党代表大会坚持2年这件事情，那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新闻。就是因为党代表大会发现形势比人强，你就算推出来，也一样是坚持2年，所以他才会盖牌，就说那就等柯文哲来。那为什么他柯文哲要出来会很久时间？你2年期限到现在也还没那么急迫，你为什么要提这件事？一定有人叫他提嘛，一定包括黄国昌，我就讲白了啦，这8个立委，这8个不分区的。你黄国昌也许还可以有办法，自己还有一点冲粉，可以冲点声量。你其他人，你离开立法院那一天开始，第2天都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啊。有的人的名字到现在我还叫不出来。所以换句话说，这8个人在同一条船上，我觉得这8个人不一定是说你一声令下叫他们走，他们就想走，搞不好人家也还有想其他的自力救济的方式啊，对不对？所以林真宇才会在阿伯要出来那天讲了一句，要陪家人，1年的时间了，然后好好陪家人，另外一个出来好好陪家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阿伯出来这个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那到底2026年，比如说我们就看一件事情，黄国昌有没有办法当党主席嘛？有没有办法持续当下去嘛？还是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就被迫要还给阿伯？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任局，当阿伯讲说要小草，大家要保持战力，这句话蕴含着什么意思？从刚才的讨论你就知道，今天的羁押庭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不只牵动到国内，包括蓝白合。包括跟绿营之间，我想可能会是柯文哲可能会是一个对抗的态势，或是连白营自己内部你都看得出来，这里面一定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影响。所以今天家庭的结果势必会牵动到所有这些。所以那句保持战力这4个字，意思是柯文哲也觉得的未来这个路，当然了，只要是贪污治罪条例的，基本上就一路会打到3审，那一定是个漫漫长路。但是中间所有这些，你看，包括他会不会被判10年以上，还是他的罪名是什么，所有这些显然都牵涉到2026、2028。但是中间所有这些，你看，包括他会不会被判10年以上，还是他的罪名是什么，所有这些显然都牵涉到2026、2028。当然啊，这个牵扯真正的主体还是在柯文哲本身啊。柯文哲不会有任何的代理人或任何的接班人。即使柯文哲说他们要培养1代、2代、3代，讲了很多次啊，也说什么要培养新的政治明星。
但是你光看民众党从柯文哲事件爆发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东西，其实柯文哲轻轻松松讲一句，大家战力保持就好。黄国昌做了这么多的政治动作，到后来还是要担心那一句，你们不要再见缝插针。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对各个政党来讲啊，最高的权力核心跟最后做决定的，当然是党代表大会嘛。任何有争议的东西，党代表大会做最后的确定拍案，完成了之后，这个定义就拍板定案。如果2年条款对民众党来讲是一个被讨论的事情，理论上由党代表大会做最后的确认，那是拍板下去是没得翻盘的。但最后大家的做法是，好啦，算了，都别处理了，等柯文哲回来再说。那就代表是柯文哲之前所说的是我要培养1代明星、2代明星这件事情是个假的，因为民众党唯一能做决策的其实只有柯文哲一个人。这就回来就是说，对黄国昌来说，黄国昌最大的压力其实不是来自于这个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去谈论他，因为他认为那叫见缝插针嘛。而是不是民众党内都把黄国昌视之为是一个过渡的一个代理人，而没有把他视之为叫做民众党的党主席。刚刚提到说黄国昌可能还有新北市的市长的角色啊，也有选举。哎呀，当柯文哲出来之后的的那一天到现在为止，谁还跟你谈新北市啊？不要讲柯文哲出来，当国民党讲。我等一下还是要问淑慧，很认真要问这个问题。可以啊，可以，那我就再补一枪嘛。对啊，当李四川出来表态，就是说我也可以承担的时候，国民党谁还跟你谈跟黄国昌的合作啊？国民党的齐心就认为说，我只要有李四川，我基本上我赢面都大了。可是显然黄国昌知道这一段，就是你讲，当李四川出来讲那段话，国民党一定重心就摆在川博身上，所以他才会说柯文哲全力挺他，成为新北最好的选择就是夹柯文哲一次中，就是这样子啊。不，那就回来了嘛，就是他还是需要柯文哲帮他做这个背书嘛。可是你说柯文哲真的有一直在背书吗？就像刚刚提到说这个柯文哲的交保金嘛，如果大家还记得的时候，是黄国昌的夫人拿这个行李箱，对不对？去帮柯文哲吧。结果在这一次的时候，柯文哲说我要深思一下，隔天放出来的新闻居然是柯文哲不愿意欠人家人情。那我们就讲嘛，你今天到底什么样？对黄国昌来讲，会觉得这是人情欠给你吗？我对于柯家没有钱的这件事情，我个人非常的好奇啦啊。我们都不用什么，你跟人家收了100万、200万、300万这种滴滴答答，他们觉得这个莫须有的小钱好吧，我都不讲这些我就先问大家一句嘛，柯文哲在选总统的时候，他有做一个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因为你那时候必须要财产申报。柯文哲跟陈佩琪，这个是陈佩琪说这些财产申报是他自己整理上传的哦。他总共申报了台北市、新北市、澎湖县等9笔土地、6笔房产，存款折合台币2464万4212元。另外还有基金收益凭证95万4063，后面备注一个忘记写422万，因为呢公保给付后来才进来的。这是柯文哲在选总统之前，由陈佩琪申报自己的家里的现金存就有2464万。其他滴滴答答小钱我都不算。柯文哲选完总统之后，从民众党那边拿了将近7400万的总统选举补助款，拿了4300万拿出去买他觉得挂在名字下面比较好监督的房子，现金是不是还有3000万？你在卖房子你说你又卖了土地，新竹土地卖了2000万，我再怎么凑随便都有7000万。然后现在说柯家没有，我不懂啊。你如果按照你们的那个比例的算法，除非是柯文哲在选总统的时候，你们自己陈佩琪整理的2464万全部不见了，不然怎么会有后面借贷的这些？我完全不能理解。我现在都没有用你们最讨厌的什么竞检，还有这个邱佩玲说有拿了200万300万，我那都没算，我们就用你们自己承认的数字。所以我就讲嘛，柯文哲为什么突然丢出一句我不想欠人家人情？当时唯一公开借钱给柯文哲的只有黄国昌啊，那难道你那个话是要讲给黄国昌听的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民众党的上下，柯文哲的那一句是大家把这个战力继续保持住。我认为他当然有另外一个方式啊，也就是今天为什么他突然丢出一个伍子胥，
我又回来你又想到伍子胥，还有什么解读吗？不是嘛？伍子胥是个冲动型的人嘛。哦，他因为觉得被迫害，然后怎么样，他开始去弄到最后，他去寻求帮忙的，到最后也觉得你怎么样？柯文哲是不是在告诉大家讲说，先缓缓了，别再冲了？因为你这时候再怎么冲，弄到最后，难道你要跟国民党当时搞罢免一样吗？一大堆党工都被抓去关。今天黄国昌做了最好的示范啊。黄国昌今天就搞了这些，黄国昌当然想形塑自己在政治上面的地位嘛，怎么可以只有柯文哲受到政治迫害？我黄国昌也是被迫害的啊，所以你看黄国昌不断的在那里那个校正，最有名的那一句就冲着我来，对不对？其实不会这样，司法侦办基本上你有涉及到了，那就大家在法庭就是大家去处理嘛。所以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现在当然是一个转型的点呐，好，是一个转型的点嘛。你到底要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断的再去扮演一个冲撞角色，你会发现到柯文哲其实一直他是骂检察官没错，可是在外面喊打喊杀的其实是黄国昌。那这种喊打喊杀的状态有没有帮助柯文哲去获得更多人的支持？甚至我非常好奇呀，黄国昌公开说什么？黄国昌公开说呢，我这个民众党其实大家对柯文哲的案子都非常的认真，而且呢，大家都在研读资料，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民众党组成了一个叫做法庭小组，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吧？黄国昌说，法庭小组里面有谁呢？黄国昌说了，哇，这里面我告诉你，大家长期追踪，包含他自己，包含陈志涵，包含吴怡轩。大家呢都在长期而深入追踪，从柯文哲被构陷开始，就开始弄大量的市政跟资料，他们都在看。我不知道你黄国昌要弄掉多少人呢？陈志涵跟吴怡轩在其他的案子里面，难道没有证人的身份吗？他们都有陆续被传唤过。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些案子，其实高院的那一个，其实讲说柯文哲涉及的金华城等案，请看清楚，不是只有金华城案，还有等案，那等代表很多事情。黄国昌公开讲说，我们告诉你所有这些证人，我们大家通通凑起来，大家一起组成一个法庭小组，然后大家一起开始研究事证。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串供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在法律上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哇，一堆证人全部的，那你黄国昌居然公开讲说，我们把这些人组成起来，所以我觉得对于柯文哲来说，他在这几天在外面的时候，我不认为他那么的肤浅的，只是在说没关系啊，我们就是来弄，等你什么？你看柯文哲话变少啊，今天其实话变得很少，包含到一堆这个柯文哲的律师或什么，为什么要先道歉说对你们外界质疑我跟陈志涵跟这些，他先采取了这个策略，很简单嘛，回归到法律层面。可是当柯文哲愿意回到法律层面去面对的时候，对黄国昌善用政治语言跟政治动作来讲，对柯文哲来说，不见得会是一件好事啊。但所谓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请教你说，包括像郝龙斌市长那个时候在讲说要竞选的过程，就讲你跟小平啊，就你们要成年人自己要负责。当然他有说希望民众党大家也能够大家互相送暖，然后就让他翻页过去。可是刚既然讲到新北，当黄国昌说阿贝力挺他成为新北最好的选择，你刚刚讲很简单嘛。大家合作就比民调嘛，大家每个地方都比。那如果真的每个地方比，那民众党说，那我大部分的地方都不需要比啊。那这样比我们有什么好比呢？难道不担心？因为有人在讲说，如果都比民调，那结果很容易显而易见嘛。但是对柯文哲，还记不记得柯文哲在2024年那时候他就曾经讲过，我成事不足，但是我败事绰绰有余。我如果要跟你们之间，你如果不让哪些，那没关系，我就挑10个。大概5-5波的地方，我每个地方摆一个，国民党你就倒10席。对你们来说，我就讲，如果都是比民调，这太容易解决的方式。可是难道不担心就是这样？大家既然要这样，那总是你让一个，我让一个，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不会啦。柯文哲当年虽然呛虾，但是那也是在因为总统大选合作的拍板这个叫价而已。因为后来他也没做。好，你提一个败事有余，然后大家一起输干什么？哈。那现在蓝白合的共识比2023年的时候更强不少，因为大家可能都是这个受害者哈，政治受害者，所以我觉得那一种互相呛虾啦，然后互相去抢的在明年不会发生，而且这一个比民调又是由黄国昌先抛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明年不会造成困扰。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国民党也不要很笃定说一定就是川博，一定民调就会赢。因为我们看到这半年来的民调变化，黄国昌本来是从第3名还输刘和然哦，到现在已经紧咬这个川博哈，20我记得是29吧，还是28对30出头啊，已经很接近了。因为川博现在在台北市的副市长这个角色，他就是不能对第一个政治议题多表意见，不能对新北议题多表意见，他只能坐在那边像龟兔赛跑一样。后面的人，不管是刘和然副市长，或者是黄国昌主席，他们可以不断的去做一些很多动作啊，然后民调一直追赶，因为我们知道民调其实到最后就是声量，好。当接起电话的那一刻，民众想到的是谁？那他根本不会想专业啦，他就想到说，我最近电视常常看到谁，他就说谁，很多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也有跟川博示警说，如果你要选的话，不能只说我不排除承担，那是怎样？不排除承担，但是也不排除不承担吗？你要勇敢一点的表态，而且要提早开始准备哦，不可能像他说的，哎呀，其实我如果到明年3、4月、4、5月再宣布也是可以。我觉得不要这么笃定哦。所以现在这个黄国昌主席所有的动作，不管是声援科也好，或者是说在司法上的一些动作，其实都是在累积声量哦。到最后大家不会记得他做过什么事情，对或错都不会记得，只记得我好像一天到晚看到黄国昌主席，可是我却没看到李四川。那这个对于川博来说会是比较危险的。如果照刚淑慧这样讲的话，来冠廷，第一个，刚刚有没有听到淑慧字里行间用了几个字？政治受害者，就差联盟2个字没出来，所以蓝白现在的结合度绝对比2023要来的强，因为这边是大罢免的过程，那32席，有媒体形容从地狱回来的这一批人，那柯文哲你可以想象，这所有的积压这1年的过程，所有的心里面的怨怼了或什么，虽然他说他希望是曼德拉不是伍子胥 ，OK， 但这个联盟对你们未来好，这是一个。另外这一块，如果照刚淑慧所讲的，光拿川博跟黄国昌之间的民调比拟，那柯文哲的爆发力绝对远大过黄国昌了，会远大过那个差距。那如果这样的话，国民党的卢秀燕，如果大家真的要比民调，一定有把握一定会过吗？因为如果当川博本来是远远落后在那，因为这一段期间一直不断上，你刚刚讲大家民调就是我常看到，那我就直接讲，那以现在柯文哲像这样的声势。那如果要是再继续一路这样下去的话，未来到底是谁？然后当然法律上会不会被判10年，会不会什么？这个我们先不讲。但是光以声势来讲的话，未来是谁还不知道。第一个我先讲政治受害者了哈，就是政治受害者这部分，我理解的大概有一些国民党心境是觉得说，哇，他们很多党公职也被就是因为死亡联署被收押。然后柯文哲也因为金华城案贪污等等被收押所以他们叫受害者联盟。不，我觉得这是比较奇怪啦，因为我们民进党也蛮多人被收押的。这就是你有没有犯罪嘛？这个跟党无关嘛。我们民进党一堆，你们自己去查好不好？一堆人好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觉得柯文哲他心中他当然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政府或者是民进党人士有憎恨、有怨怼，这个都人之常情。可是我现在就政治论政治，个人的情绪是一件事。在柯文哲主政时期，民众党比较像是7分打绿，3分踹蓝，民众党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主体性。黄国昌掌权这1年来的民众党，急速的往深蓝靠拢，这件事情大家也毋庸置疑。我从2个证明来跟大家谈。我每天在新北的地方跑，新北市已经有非常多的国民党的议员，现任的国民党议员告诉我说，他们本来支持他最深蓝的支持者。已经当着他们的面讲说，我下次会投民众党的候选人。深蓝的就你要想那个我们大家光谱上面，光谱一定对它最甜的那一块，那很多原因。第二个也非常多深蓝在新北的国民党的忠实最蓝那一群人，现在表态说在地方都说那黄国昌应该是最强的。这个事情这质变在哪里？黄国昌他过去这段时间，因为他已经不是什么7分打绿3分打蓝，而是100%压往国民党的深蓝去走，他得到了一群深蓝的支持者。可是这对于民众党的发展绝对不是好事。而是100%压往国民党的深蓝去走，他得到了一群深蓝的支持者。
可是这对于民众党的发展绝对不是好事。政党的发展怎么可能？我得到是你深蓝的一小撮，然后结果最得到我自己这个政党的发展，这当然不是好事。可是他得到的好处是，他有一个跟国民党叫板，他要选新北的空间。所以我回来讲，黄国昌他现在策略很清楚，他在乎的不是民众党的发展，是在于他能不能自己选新北。这是跟柯文哲最大不同。对柯文哲来讲，他叫做全盘布局。我民众党怎么样可以壮大？我在壮大的过程当中，也许黄珊珊摆台北，也许那个黄国昌摆新北，也许邱成元或高虹安摆新竹，也许他自己柯文哲有没有可能御驾亲征进某个艰困选区？你国民党不敢选的，我跳下去选，这都是柯文哲会整体布局的。而最后要的是，我在2028年的时候，民众党可以发展得更好，我立委席次更多，我柯文哲有没有可能选？还是说民众党怎么发展？这是他们思考的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回来讲，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差异的状况底下，你会随着柯文哲出来，而让黄国昌他小红，这个是必然的。最后一个，我回到新北谈新北，黄国昌现在唯一能够还有一点杠杆的就是剩新北。可是随着柯文哲出来之后，他讨论的比例跟幅度会下降，那他能够怎么做？他现在当然就是只能每天想办法让自己在荧光幕前被看到啊。每天柯文哲案可以蹭他就蹭一下，今天任何一个议题他能够表态他就表态，那。最后，李四川，因为现在国民党内多数人都认为李四川比较强，可是黄国昌确实是在往上往上的阶段，而李四川因为他看起来没有要急着吃掉嘛，那这个状况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我觉得是黄国昌在赌的一个重点。那如果要讲到蓝白合之间呢，对国民党在10月份的党主席选举，当然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大家讲说，到底最后出现的人会是谁？跟白银之间的合作，那到底会怎样？将军来，我每次要问，是因为你出自国民党，而且我做过党务，你做过党务，所以现在台面上看到的这些人，包括也有出来一些的相关的民调，是，所以是郑丽文真的是领先的吗？如果赵少康不出来，郑丽文是领先的。但赵少康跟郝龙斌说，他们2个人会决定一个人出来，他们2个只会有一组出来，对嘛？战斗蓝嘛。对，所以这个艾普罗民调做的民调就很务实了就是他不会把郝龙斌跟赵少康2个人放在同一个选项里面，有郝龙斌的就没有赵少康，有赵少康就没有郝龙斌。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是艾普罗他的问题都一样，这2个问题都一样，第2、第3都一样，就是说如果明天选举这一票人里面你要选谁？那唯一的差异就是这个第2个是郝龙斌。第3个选项是赵少康，然后出来之后，第1名第一个选项就是，如果说是郝龙斌、郑丽文、张亚中、罗志强4个人选的话，最高的是郑丽文，21.5，那个加权我等一下告诉你什么叫加权，然后郝龙斌是20.5，第2名。那如果条件都一样，只是把郝龙斌换成赵少康，那么在加权之前，赵少康是29.7，加权后是29.9。那郑丽文在加权前是9.1，加权后是19.4，是第2名。所以这2件这个比例出来之后，产生一个状况，就是郑丽文无论如何都进前2名。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对国内来讲的话，大家知道，那立法院从去年一直到接下来，大概也都是国内政坛的一个重心。那光最近为了一个财划法。所以先请问一下，那财划法就是在上礼拜六的时候，是行政院卓荣泰院长邀集各县市首长，大家一谈完以后，本来蓝营的，因为前面有一个15县市首长不是一起出来，然后直接对中央喊话，然后后来礼拜六开了这个，开完以后看起来蓝营有很多，包括连卢秀燕市长都在讲说，不是叫大家去那个，结果后来好像你们有点失望。对，因为卢市长觉得说，不是找我们来解决问题了吗？结果是找我们来骂人的对，他就觉得说，你就是大人又把小孩子找来骂我觉得财划法这个修法有一些失误的地方是现在现实的问题那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快列为下个会期的优先法案，看怎样把它修正。但我觉得从大罢免之前，大家都觉得说，大罢免完这个朝野会不会可以谈一下可不可以有一些事情做下来？因为可是。到现在还是看到就是互相骂，卓荣泰就说：“你们立法院自己处理，你们立法院要负责，你们立法院要对民众告罪可是事实上，我们之前就讲过不管是民进党的立院党团，又或者是行政团队，在过去这1年里面，反对了蓝白很多提案，很多法案没关系，你反对有的有理，有的没理可是你最重要，你要什么？你要提出对案，你要提出你的对案，不是只是提出你的反对说法，而是对案尤其是。
那个民进党的立院党团，你只差国民党一席而已，就算你最后表决你觉得会输好了，那以前国民党是更少数的时候，他还是会一直提对岸嘛，只是提对岸可能就被你封杀，可能就这个表决就输了。但你的工作就是要提对岸，行政团队也是。我以前在行政团队做的时候，如果议会要通过一个我挚爱难行的，我一定赶快提对岸。然后去游说说为什么你的不行我的行你要有一个对岸，你才能够互相去比照嘛包括说你如果说分母写错而不是事后发一个新闻稿说我觉得你哪里错哪里错，这个都不是行政院的工作。可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从去年到现在，反正就是一直骂，看谁骂的大声，然后彼此都说你是错的我觉得财划法最终就是回到一个，就是你要不要下放一些财源给地方。这个部分包括民进党很多立委，他们其实都是赞成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明年都要选县市首长，很多民进党立委在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出来的候选人，大概很多都是立委然后现在看到的台南跟高雄也可能是立委，所以我们看到说民进党现在说，我们要提对岸，要避免再重北轻南，我要先澄清一件事。从2000年到现在25年里面，有17年都是民进党当总统。如果你到现在还觉得是重北轻南的话，我不知道民进党的3任总统该如何自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对岸早该提了，早在去年你就该提了。不管谁赢谁输，你要展现你执政党的专业跟魄力啊。你就是提对岸，然后你今天才可以更大声的说，你看吧，我的对岸是没有问题，才是对的。可是行政院没有提。民进党立院短团也没有提，我觉得大家都有失职的地方蓝白在修这个法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失误，但是我们的行政团队没有做到行政团队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要很横平的说，其实也是失职。OK， 来跟你，我觉得所谓姐讲的有点过分的把它简化了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单纯的对岸与否的问题。我觉得那天卓荣泰院长找各个县市首长来，我先提陈其迈市长讲的，我觉得讲非常有道理。党员名册，县长陈其迈市长出来受访的时候就讲说，这个张善政院长市长，你现在桃园市长，你当院长的时候怎么没提？对呢，他讲话你当过立委，你当立委的时候怎么没提？为什么？财划法不是单独提不提的问题，财划法它的你问每一个县市，大家都认为应该要修。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侯友宜当时在议会，我咨询他的时候，他讲出了实话。他说无论怎么样，有就好，这就最恐怖的地方。有就好，造成了台湾现在的这一个法治上面的灾难。这一次的这个卓院长找了各个县市来，我觉得非常有具体，至少厘清了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多数的县市首长在卓院长面前都表达，这一次的财划法确定也承认公式计算有问题。OK， 你先承认错误王宏威之前是不承认错误所以王宏威不要吵了。地方县市首长、国民党的县市首长都承认有错误，你看连承认错误都这么困难。好，第一点，至少你们承认了。第二点，多数的县市都承认水平分配不 OK，应该要检讨。什么意思？城乡差距，然后呢，很多县市应该要更城乡的取得均衡。第三个事情就是最重点，这一次的修法过程当中，期务有没有瞧哪些事情中央给地方钱之后改成由地方做？完全没有。这一次22县市的县市首长来中央跟卓荣院长谈，也确定了这件事情。对，我们要赶快把这个事情厘清清楚。请问以上我讲的这几点，哪一点是什么？我们怎么懈怠？我们怎么样？今天如果你讲说我们应该要提一个对岸，那对岸应该怎么提？对岸应该把这件事情全部都厘清，全部都处理好。过去这几十年，国民党执政、国民党执政多，就是因为这整个协调过程当中很多的困难，县市之间立场不同，中央地方之间立场不同。所以才要继续往后讨论嘛。那今天国民党好啊，我觉得你们既然认为说你们愿意承担，那你们就弄了一个财划法出包，345亿，现在中央不能用，地方不能用，就承认错误，赶快改就好。最后一个，我觉得卢秀燕市长讲话很不负责任，他跳出来跟大家讲说我们以为来要解决问题没想到，不要闹了好不好？今天就算行政院提的一个版本，要修改这个345亿的问题，也是要到立法院去审。立法院你们直接提直接审就解决了嘛？当时谁造成的问题就谁把它解决。行政院现在很忙，行政院要处理什么事？行政院现在光是哪些事权要改成给地方来做？可是问题是各个地方政府拿的钱多寡又不一，有一些地方会说不对，我拿那么少，为什么这些要我做？有些地方说我拿很多那这些我来做 OK， 这是接下来就要协调最大问题。最后一个我要讲台北市在这次的财划法拿了1149亿，也是全台湾各个县市最多。
我觉得刚才所谓姐讲说，哇，我们民进党我们执政那么多年，那重北轻南什么这个问题，我就举例啊，台南跟高雄真正全方位的把它的防洪、把它的治水做好，是2006年之后阿扁首次开始做。台北市光一个捷运，中央给台北市政府的不分党派拿了1兆。我们新北要拿个几百亿、几千亿，有时候就哇哇叫。然后呢，中南部有时候要拿个几百就哇哇叫。所以我觉得这要整体大家来讨论呐。我觉得如果今天只是很廉价讲说，哇，我就是要钱，财政法给我地方钱，可是你完全不谈什么事情由地方来做，我觉得这很不负责任。OK。我坦白说啦，哈，大家都只是讲统筹分配款啊，统筹分配款台北市拿了多少？但是中央给地方其实有3笔钱嘛，统筹分配款、一般补助款跟计划补助款啊。那很多时候，这几年啊，台南跟高雄真的拿了很多计划补助款，因为一般补助款大概各县市都差不多是一定的比例，因为它是社福啊跟教育方面。可是计划补助款的猫腻就很多了，你提的计划我不给，你提的计划我全补。这就差很多了。我举个例子哦，譬如说前镇渔港大家知道中央补助了80几亿，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果菜运销公司的改建，那一栋大楼的改建哦，农委会农业部是有股份的哦，但他1毛钱都没出。台南跟高雄真的拿了很多计划补助款，因为一般补助款大概各县市都差不多是一定的比例，因为它是社福啊跟教育方面。可是计划补助款的猫腻就很多了，你提的计划我不给，你提的计划我全补，这就差很多了。我举个例子哦，譬如说前镇渔港大家知道中央补助了80几亿，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果菜运销公司的改建，那一栋大楼的改建哦，农委会农业部是有股份的哦，但他1毛钱都没出，全部由台北市政府出快就200亿哦。所以像这种就是在计划补助款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中央比较喜欢谁，我就给谁多一点。可是我觉得炒这一些讲到说从这40-50年来捷运给了多少钱啊，这个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国力的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考量啊。你现在来扯这一些旧案，我觉得没有意义了。我可以多补一句嘛，就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行政院对这一次这个修法问题的态度啦。2月份那一次的复议就把所有的内容都写得非常清楚。那2月份那个时候复议讲破头，缩帖也给，提案内容也写了，所以当时就可以接受这个复议，然后立法院再去调，把它调好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聚焦3、4、5亿。行政院是完全负责任的，我们有提复议，而且把这一点3、4、5亿的这个问题分母写错，都明确跟立法院讲，可立法院没有接受，那现在当然就要立法院赶快修法，把它改掉。OK， 如果讲到除了我们台湾以外，在国际社会这几天有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事情，慧珍是对美国偶尔3不5时你会在新闻上面看到有枪击事件或什么，但是这一次这个枪击事件引起了全球的瞩目，为什么？因为大家会担心一件事情哦，就是会担心这样子的意识形态的对撞，可能自此之后会在他们直接在当天的时候，事实上就讲了，这个是美国史上的一个黑夜的结束。随着这个人犯被找到，还是只是另外一个开始，就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觉得是另外一个开始。因为我们先来讲哦，就是这一次就是那个被枪击身亡的Clark，就是对 Charlie Kirk， 他的Charlie Kirk， 他很重要一个是他从18岁，他就是成立了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就是深入到校园里面去鼓吹所谓的保守主义的思想。那当然这一部分很大是跟川普的一个主义，也就是 MAGA， 这是相符合的。那就是就倡导的，当然就是要基督爱你的宗教啊，爱你的家人啊。那排斥这些所谓的变性啊，排斥这一些相关的我们认为比较左派的一个思想的。那他从过去从10几年来他
甚至被川普归因为是他赢得2024年大选其中几个摇摆州，像亚利桑那州、像宾州一个最主要、最大的一个工程，因为里面有大概20岁到30岁这个族群，川普是囊括是大赢，而这个大赢的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就跟他有关。那所以他这一次的悲剧是发生在犹他州，他跟往常一样是进入到校园，他的那个活动就叫做 Prove Me Wrong， 就是你来不爽就来辩，就来挑战我。他很厉害，他真的在全美国已经大概办了3000多场还是4000多场这样子的。你看，就这一场在至少数千人前面，就这个人拿着麦克风，竟然就被枪击身亡，然后当场大家都吓到了，而且问问题，你知道吗？问他最后一个问题的人问什么？直接就是问他说：“你一直说变性人对于这个整个社会有很多的枪击案件，你知道有几起吗？”他就说 ：“Too many。”他说 ：“Actually 5， 只有5起。”那他问他说：“那你知道拥有枪支者在这个美国所造成的几起重大的这样枪击类似的事件吗？”结果他就讲说，他就反问他说：“有包括帮派的一个械斗吗？”就这个问的问题的人有一个说法，说他讲了一个 great， 就他准备要反驳他的时候，他就突然中弹。那所以这起事件，大家会认为说，这根本你就是害怕像他这样子，又一手拿麦克风，然后身无任何的一个枪支，没有任何身无寸铁的人，他只是用他的麦克风去宣扬他的理念，然后结果因为他在政治上产生太大的一个力量，让你们这些左派害怕，所以你必须要杀他灭口，你没有办法容忍他存在。所以这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连伦敦都有数十万人上街头，它会变成是自由主义跟保守主义、左派跟右派的一个对峙，而且不是只是意识形态的对峙，已经变成是实体的。所以它现在就变成大家会认为，开始在讨论，连言论自由在美国都会变成是致命的一个理由的情况之下，那这个国家还安全吗？所以他为什么会他就会掀起？那像伦敦，人家想说你美国人的一个意识形态，你为什么在伦敦会这样？因为开始大家心里想啦，要反，你看吧。我们都已经自由过头了，我们应该要回归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左派这个右派，我们要开始反移民，我们要开始反同志，我们要开始，反正就一大堆类似就开始起来。那结果现在被抓到这个33小时抓到的这一个凶手，他就 Tyler Robinson， 你知道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他甚至拿奖学金的，但他只念1年。他的爸爸这一次他怎么被抓到？是他爸爸举报他的，因为他爸爸发现他长得跟他就公布的那个跟他儿子太像了。他儿子回来之后，他就问他说：“你下的毒手吗？”因为刚好在那一个这一个Charlie 要去犹他州演讲的时候。他们前一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说，这个 Charlie 专门在散播仇恨思想，所以他对他是非常极度不喜欢的。所以他爸爸才当下，而且他爸爸是退役的警察，所以当场就把他压制住，然后就报警，然后就把他给抓到。那抓到他的时候，大家都不敢相信，就说怎么发生？而且他妈妈跟他爸爸都是登记注册的共和党党员。所以怎么会？而且他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从小教他怎么使用枪支。所以现在大家就会认为说，怎么一个共和党养出来的孩子，就现在被人家发现这个整个剧情你怎么写都写不出来。被发现他竟然有一个室友，结果这个室友是他应该是他的一个女朋友，但这个女朋友事实上他是男生变女生的，所以这整个事情就开始更大的一个。激荡，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扯到，就是会认为是美国一个黑暗历史的新篇章。就妙的是，真的现在开始有人在讲犹他州，他曾经有穿着一件衣服，那个衣服被视为是犹他有个组织叫社会主义。
他可能也是他其中一个成员。那为什么会去扯到这个社会主义？就齐校长说，犹他州是中共向来一个非常重要去传播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温床哦。犹他州人口仅占全美的1.07%，却是其中全美1/5的学中文的学生哦，是中共软实力渗透的一个模范生哦。然后呢，他们甚至就是有讲到说，他们有很多包括他们有去强调，就全部用中文，数学、科学、社会学科全部都用中文，其实就是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孔子学院，当时孔子学院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犹他州这个部分。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川普上来之后，他们就开始把这个孔子学院全美国全部都禁掉。那到底有没有真的是跟中共有没有关系，还是纯粹就是他们一个意识形态的对垒，到后来就变成实体的一个战争哦？其实大家现在都在查，但现在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美国非常动荡，而这一个动荡看起来也渲染到全世界。川普已经讲了，如果有必要的时候，他会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不知道跟这些所有的一路上可能会产生的对抗，会不会有相关一些的影响？那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将军来1分钟的时间，麻烦告诉我一下，本来川普不是一直都讲说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然后多久他上任多久要结束要什么？结果瞧了半天，前一阵子不是又跟普丁见面，又跟泽连斯基见面，看起来没有瞧成，而且现在俄罗斯的无人机这几天，包括罗马尼亚领空，包括波兰领空，就到处飞啦。这整个战争会开花吗？其实川普现在应该是多头烧了。国内也动荡，然后国际之间其实不止乌克兰、俄乌战场，其实中东那个地方也麻烦，然后台海都有，所以川普当时说24小时之内我当总统，俄乌战争就结束，看起来现在好像都已经破冬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束。那川普总统他就讲说，我告诉你哦，俄乌战争为什么会打这么久？这不是我川普做不好。是因为你们北约有成员国还在买俄罗斯的汽油，还在买它的这个油，石油，对，买它的石油。你这样让俄罗斯有钱，他当然打不完啊。而且呢，不止这样，很多北约就欧洲的相关的欧盟，你还在跟中国做生意。所以呢，如果要让战争赶快结束，很快的，我告诉你，请北约欧盟增加对中国课征50%到100%的关税，就跟我美国一样，就给他课下去，习近平就怕了，俄罗斯就倒了。哇，我不知道川普讲这个话，欧盟或是北约会不会理他？但是呢，表示他真的压力很大。另外，刚才小虎哥讲的无人机在月初在波兰砰被打下一架，俄罗斯的，看来大家很紧张。现在俄罗斯又去了，那罗马尼亚又派了 F-16升空直接去拦截，那波兰机场都关闭了。现在金小胖，北韩因为美日韩在这个朝鲜的外面实施自由之刃的军演。这金宇镇是谁？金正的妹妹，她是北韩的第2号人物。她说：“你这3个国家有状况，你要自行负责。”这告诉他一件什么事情？93大阅兵以后，中国、朝鲜加上俄罗斯，已经真的变成川普的眼中钉。川普把他视为这个世界上会带来第3次世界大战的最可怕的3个人。所以未来川普会怎么做？而这个3个国家真的会不会变成川普口中所说的战争的麻烦制造者？我觉得这考验的整个欧盟、印太还有川普的政治智慧。OK， 未来整个国际形势会怎么样？你会关心以外，当然对国人来讲的话，包括今天民进党前主席柯文哲、柯前主席，这整个家庭，那到底最后的结果是如何？对国内政坛未来一定都牵引着未来一些走向，到底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拜拜。